追评《藏海传》1到4集，7个字形容：好看、爱看、不够看。开篇即高能，鬼喜、阴兵、蛇眉同鱼，一下子就把我的胃口吊了起来，并且迅速的带入剧情。因为遭遇灭门的惨祸，藏海被训练成所谓的复仇机器。与此同时，大雍朝修建封禅台背后的惊天秘密，藏海父亲之死，以及因为修建封禅台所掩埋的10万冤痕，成为了贯穿全剧的一个主线。剧情节奏相当快，且到处埋钩子，你可能喝个水的功夫，你所错过的那个细节，就是后面剧情的一个伏笔。尤其是藏海下山后的密集剧情，层层去递进了他的成长线，从每集上一当的青涩少年，到逐渐觉醒心智的一个谋局者，角色的蜕变与悬念揭晓并行。比如说智奴他的存活的桥段，其实就是利用了反派平津侯恶人难信善的一个逻辑盲区。在他的逻辑里面，他压根儿就不信一个普通人能够为其他人所牺牲，所以那一刻狗剩站出来喊出那一句爹娘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都泪都绷不住。而且这一边一定要说一下，陈妍希和咱们的钟汉良演的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钟汉良所饰演的父亲，在最后无声的对着地道里的智奴说的那一句活下去，那一刻怎么说呢，整个人都会跟着这个剧情，跟着人物的他的经历所泪目。而正是这些阴差阳错的戏剧性反转，更能凸显人性善恶的一个微妙博弈。很多人在吐槽，真的有父母面对亲生子女的一个死亡，也能做到如此的品性高尚吗？那我想说，那你低估了人性的一个高度。同时，其实他的父亲一开始就说了，如果平津侯真的只是为了东西而来的话，他就不可能杀这么多人。所以这个东西交与不交，他们一家的遭遇真的就已经放在那里了。而肖战的表演真的做到了打破刻板印象的一个层次化表达，黑子真的可以闭嘴了啊！他此次挑战藏海这个角色，绝对算得上是他的人生角色，也是他的转型之作。这个角色兼具冷面复仇者和赤子书生的一个双重特质，对于表演细腻度的要求非常高。而前4集当中，他将藏海的隐忍和纯真拿捏的恰到好处。面对仇敌时凌厉的眼神，独处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少年气，甚至在台词处理上对于古文韵律的精准把控，都展现出了他极强的一个可塑性。这边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他并没有用配音，而是影视同期声，由此可见他的台词功底有多强。所以好的演员真的是凭演技来打破观众的一个刻板印象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巧妙的以可爱化的表演去中和了复仇线的一个沉重感。比如他被推倒时的一个窘态，与师傅互动时的那个诙谐瞬间，既缓解了观众的一个情绪压力，又丰满了这个人物的一个弧光。我不知道这边是肖战自己的一个设计，还是编剧给他的一个安排，但是不管哪一样，他完成的都是相当的好。而整个制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传统文化赋能的视觉美学。藏海传的服化道和镜头语言堪称是近年来古装剧的一个审美标杆。剧组以明制为参考，从衣冠服饰到建筑陈设皆考究精致。比如说藏海的文人长衫素雅却暗绣云纹，风扇台的恢宏场景依托的是实景搭建，细节当中透出的是满满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厚重底蕴。郑晓龙导演的功力更是赋予了剧集电影级的一个质感，低饱和色调营造出的权谋的肃杀氛围，长镜头与快节奏剪辑张弛有度，每一集情节上的高潮点都是经过设计的。当观众的注意力快要进入短视频模式下的一个疲劳期时，它下一个亮点就来了。比如说第3集藏海在密道当中破解机关和在密室当中制透反派的戏份，通过光影交错和镜头的角度，将悬疑感推向了一个高潮，观众不知不觉就跟着他入了戏。不过最让我动容的是，藏海传它并未停留在复仇爽剧的这个层面，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历史奉信中的一个人性叩问。不过它借的是藏海的视角，叩问的是个体在宏大历史中的命运抉择。风扇台下的冤魂，帝王权术的虚伪，平津侯的暴虐杀戮背后所扭曲的价值观，都映射出了权力对于人性的一个异化。而藏海在复仇和良知的撕扯当中，逐渐从工具回归到人的这个过程，恰是对至中和这一个传统文化主题的一个现代诠释。唯有平衡仇恨与慈悲，方能做到真正的破局而生。藏海传以精良的制作和深刻的利益，实现了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它既是一场视觉与智性的盛宴，也是一次对于传统文化基因的深情回望。随着剧情的深入，藏海如何揭开真相，完成自我的一个救赎，值得我们观众持续的一个期待。所以接下来的剧情，我们不见不散。藏海传的7、8两集封神了，堪称肖战演技 MVP 结算画面。藏海从失去一起进入皇陵陪葬兄弟和失去姬伯伯的痛苦当中艰难地抽离出来，踉跄着起身，用带血的手擦泪。这一幕真的太经典了，以血止泪，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
接着他的眼神从痛苦脆弱转向坚定，迸发出了浓烈的杀气。即使还受着伤，但是他依旧眼神坚毅，一步一步从那里走到了地宫的门口，对着那些一心想要他死在里面的敌人，大声地喊出了那一句：“我命不该绝。”至此，如果你以为已经是经典了，那接下来他跟杨真一进一出，眼神交换的那一瞬间，就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一段的眼神真的可以载入肖战演技大赏的一个史册，让我确切的知道了什么叫做看一个死人眼神的具象化，以及最后又一次对只有自己逃出升天的痛苦落泪。整场戏情绪层层递进，台词扎实，情绪和眼神的转换都极其自然，真的让我再一次打破了对他演技上限的一个认知。是的，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在为你拿下复仇首杀而感到高兴，但是唯独你自己，或许你也应该畅快，但是你却笑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比你更知道你付出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复仇在你这里只是一个听起来快意恩仇的词，上苍从未怜悯过你，只有你自己记得每一个生命在你眼前逝去时的感受。杨真的一条命是8条命的死换来的，好像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没有办法从老天爷的手中博得一点点对于这些可怜人的垂怜。断龙石压碎的不仅仅是杨真，更是那些被权贵视如草芥的老百姓。看着你的敌人互相攀咬的可笑场景，杨真被一箭射杀的结局，你本应拍手称快，却默默垂泪时，藏海，你想的是什么呢？是屠夫被割下双眼时的吼叫，还是小枝被烫烂喉咙，想要痛苦大叫都不能，只能发出呜呜的悲鸣声？是皇亲贵胄只要手指缝中随意露出几枚铜钱，就可以换得所谓平民自愿陪葬？还是你卑微的祈求平津侯为墓道里死去的老百姓下葬，却只得到了一个冷漠离去的背影？这一刻，我在你身上只感觉到了悲壮，因为在我看来，无论他的仇人如何结局悲惨，都抵不上他这一路走来的颠沛流离和不断失去。今天晚上救他的不仅仅是断龙石，更是10年前留下来的那一点点故人的纯善。在他说出自己是智奴的那一刻，吉伯伯是想要活下来的，他的双手给出了明确的想要活下去的那一种希望，但是他知道他走不了了，所以他用自己的命给藏海铺出了那一条生路。所以要怎么释怀呢？我从未怀疑过藏海的复仇，我坚信他一定会成功，因为不管是楚怀民、杨真之流，还是平津侯，他们都有着无法割舍的东西：金钱、权力、地位和那一些数不清的难以填满的欲望沟壑。而藏海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败10年整整3325天不断的反复的去杀死曾经的那一个自己的人。所以在这场复仇当中，藏海他的底牌就是他自己。是的，他连教他的师傅都从未真正的完全信任过。而今天晚上在这一处也表明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藏海说话的阴阳和他眼神的表达。第8集的马车对峙戏又是一处演技 MVP 结算的画面。藏海首先示弱，自己出身贫寒，但是有才有用，又好不容易做了侯府的舍人，所以他一定要为自己搏一搏，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侯爷难堪，并暗示自己也是为了侯爷可以卖命的。紧接着把侯府多年来的弊病直接放到了明面上，直戳侯爷真实的内心想法。杨真他是无用之人，这么多年来只会狐假虎威、欺上媚下，让侯爷多年来无人可用，甚至作为侯爷的副手做事情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告诉侯爷自己是可以替代杨真，而且可以比他做得更加的出色。最后给侯爷上眼药，说曲角这个人行事逾矩，总是将自己的想法借由侯爷的名头施展出来，长此以往会招来大祸。下了马车后，曲角果不出所料，想要自作主张杀了藏海，而最后因为在皇陵众目睽睽之下射杀杨真而遭到言官弹劾，沦为弃子。不过这里我没有亲眼看到侯爷去杀曲角，所以说他的生死还是有待考究的。毕竟咱们这部剧反派的智商从来就没有下线过，而这一段的剧情台词的设计，再配上肖战精湛的演技，看得我整个人真的是太爽了。
整个七八两集，藏海真的将自己所学到的堪舆和纵横之术发挥的淋漓尽致。不管后面剧情如何，今天晚上藏海的这个人设真的被肖战给立住了。当初郑晓龙导演的一部《甄嬛传》拍的是后宫文，却讲透了帝王无情、皇权压抑；而如今这一部《藏海传》拍的是复仇爽文，却讲透了天地不仁，以众生为刍狗。透过藏海的眼睛，让我们切身的体会到了封建社会是如何吃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无辜的，却没有人为你发声。而我相信，从今天起，藏海的复仇不仅仅是为了家族的覆灭，更是为了这一些被权贵视为草芥的普通老百姓。而这才是真正的一部现实主义巨作，而藏海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男主。所以，藏海传不报，什么报呢？